你是否曾经感到自己的命运无法掌控？是否曾经觉得生活充满了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今天，我们将带你探讨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话题——契约。契约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契无形无感，可又无处不在，也是运行不息的，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的本体。运指八字学说所指的大运，人生的每个阶段，一个大运为10年。一个人的气运好坏，是由先天和后天2部分因素决定，既要看气，又要看行运。古人讲气运，小则人之重疾，亦随气运盛衰。意思是说，小到人的各种疾病痛楚，都随着气运的盛衰而发生变化。比如有些人身体不是很好，就是因为气血不足，这口气运不上来，自然就会头晕脑胀，浑身疲累，甚至健康的危机频频出现。气运影响我们一生的命运。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段行程，那么福报相当于车况。你是开得锃光瓦亮的100万超跑，还是光起的2手拖拉机？那么气运则更像是路况，到底是行驶在平整开阔、一通万里的高速公路上，还是泥沼遍地、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上？再好的车况，要是被扔进乡间土路，那也一定会一起散落，充满波折。再烂的拖拉机若是放进高速公路，那也顺风顺水，别有一番风情。气运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定是有高低起伏。福报决定了水箱里到底存了多少水，气运则决定了水闸究竟何时才能开。所以说，气运最重要的点在于，它需要与天地气息相结合。福报需要配合特殊的时空气息，才能进行相应转化。所谓时势造英雄，即使你18般武艺样样精通，军法兵书倒背如流，若是生逢太平盛世，恐怕终其一生也只能怀才不遇了。在我们生活的这层空间，所有人的人生都会有高低起伏，有高光就有低谷，没有谁能真正做到长命100岁还万年富贵。纵使佛陀真身降临，依旧如此。大多数人在巅峰时刻能维持10年以上，就算极品命局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放平心态，因为我们不是天选之子，我们只是芸芸众生。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开运的时机点，有些人可能像方仲永一样，几岁就开了运，有些则可能像姜子牙，7老80了才被国军发现。所以开运太早未必是件好事，因为鼎盛不可长久。就想想人生的后半段该如何弥补这种巨额的心理落差吧。就拿秦始皇和汉高祖为例，他俩都是帝王运。人家秦始皇出生在王室贵胄，出生即为王子，13岁继承王位，不到40岁统一全国成为始皇帝。而和他几乎同龄的刘邦，这段时间都在干些啥？刘邦家境倒是不错，
往上翻几代还是贵族出身，但他拥有富二代们几乎所有的臭毛病，整天游手好闲，不是打架斗殴混社会，就是吃喝嫖赌包小姐，到40多岁了还一事无成。要知道在那个年代，40岁基本是要给子孙们安排后事了。他身边的人绝对不会想，这衰老头居然还有帝王命。至于后来的那个司马懿，居然70几了还能造反，那就更牛逼了。所以即使有很高福报的人，若想获取与之福报相匹配的东西，仍然是需要与天地气息相结合，没有时间点的触发，不过也就是个普通人而已。因此当我们未开运时，一定要努力积累自己各方面的能量，锻造开运所需的各种技能，为人处事尽可能低调隐忍，别招惹太多麻烦，千万不要急躁冒进，急于求成。透支福报的代价可不是等量替换的，而是至少会以6换1这种极不平等的方式来代换。奉天承运绝不只是皇帝才能用的口号，它适用于我们每个人。此时就要记出孟子老人家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文章中的那段经典名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折服待机，蓄累势能，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时望运盛之时，我们一定要果断抓住机遇，奋力拼搏，开疆拓土，把准节点好好发光发热，为国家和社会多做贡献，向着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努力前进。因为时机稍纵即逝，大多数人的高光时刻是超不过10年的，甚至不超5年。没有人世上的努力，福报再厚也迸发不出耀眼的光芒，至多是顺风顺水，衣食无忧。但即使身在高点，我们也务必要低调谦和，不要仗势欺人，不要贪赃枉法，不要过分索取，并尽早为晚运打好基础。因为做大死的反噬可是相当严重的。也许债主小人们看到你时旺运盛，只能躲在一边咬牙切齿，磨刀霍霍。若不趁着这段时间赶紧消弭裂痕，仍然变本加厉地祸害众生，那等着巅峰过去，穷凶极恶的恶狼们便会群起而攻之，到时大势已去，天地不灵，等待你的将是万丈深渊。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适度。很多人身在巅峰时，总想着百尺竿头更上一步，但殊不知贪心的代价就是一落千丈，万劫不复。这样的例子在金融圈最为广泛，看看那些昔日的财团大佬，有几个还能维持住顶点的荣耀？正所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没有谁能把巅峰化为永恒。我们听过的不朽神话，终将成为遥远的传说。所以高点过后，
不如放平心态，把该放下的欲望慢慢消解。曾经的辉煌不能说明一切，维持住现有的成绩才是最重要的当务之急。不如趁着夕阳无限好，好好发挥余热，利益众生，广结善缘，修行修心，为子孙后代积蓄阴德，为后世转生打好基础。人们常说气运气运，但气运却并非一种命定论。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世间万物于一大化生万变，是规律而非命定。知气运，方懂尽人力，或未雨绸缪，或悬崖勒马，知其盛极而衰，否极泰来的道理，方知安之若素。豁达处事，若把气运两字分开，便是气属于命运。尤其在时代黑暗，社会动乱，乃及个人遭遇不幸、困难、挫折、失败时，总喜欢说到气属于命运。这气属与命运两观念，却不能简单地说是中国世俗的迷信。其实此两观念有其坚厚的外围与深微的内涵的，有着根深蒂固的立足点。这使得中华传统思想普遍流传到全社会，深入人心。我们该仔细加以分析与阐发。中国人从古到今都讲到纳气字，气究竟是指的什么呢？我想中国思想里的气字，至少该含有两要义：一是极微的，二是能动的。若把宇宙间一切物质分析到最后，应该是极微相似。唯其极微，即分析到最后不可再分析时，便必然成为相似了。若不相似，应该仍不是极微，仍属可分。那一种极微相似，不可再分析的最先物质，乃宇宙万物之共同原始。中国人则称此为气，因此亦常以气质连言。试问这一种极为相似的气，如何会演变出宇宙万物的呢？这就要讲到气之第二特性，即气是能动的，不停止的，不能安静而经常在活动的。唯其如此，所以能从极为相似变化出万有不同来。此气之变化活动，简单说来只有两形态：一是聚与合，又一是散与分。宇宙间只是那些极为相似的气在活动，再聚散，再分合。聚而合，便有形象可睹，有体质可指；分而散，便形象也化了，体质也灭了。聚而合，便开启出宇宙间万象万物；分而散，便好像此宇宙之大门关闭了，一团漆黑，一片混沌。中国人称此聚而合者为气之阳，俗语则称为阳气；分而散者为气之阴，俗语称之为阴气。其实气并没有阴阳，只在气之流动处分阴阳。气老在那里，一阴一阳，一合一辟，此亦即中国人之所谓道。所以道是常动的，道可以包有正反两面，道可有光明，也可以有黑暗。理则复于气而见，如2+2等于4，2减2等于0。
同样有一理附随着，气既是极微相似，必积而成变。所谓变，只是变出许多的不相似，那些不相似则有所积之数量来。所以我们说气数，此数字即指数量。气之具，积到某种数量便可发生变，其积而起变的一段过程则称化。如就气候言，一年四季，从春到夏，而秋而冬，这是变，但变已见，不已骤，并不是在某一天忽然由春变夏了，乃是开春以来一天一天的在变，但其变甚微，看不出有变。我们该等待着，春天不会立刻忽然地变成了夏天，只是一天天微微的在变。此种变，我们则称之为化。等待此种微微之化积到某阶段，便忽然间变了，到那时则早不是春天，而已是夏天了。我们的生命过程也如此，由婴孩到幼童，从幼童到青年，从青年而壮年，而老年而死去，也不是一天突然而变的，还是积渐成变。此积渐之过程，则亦只称为化。因此宇宙一切现象，乃在一大化中形生出万变。若勉强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讲，也可说这是由量变到质变。因中国人说气，乃是分析宇宙间一切万物到达最原始的一种极微相似，就气的观念上，更不见有什么分别。因宇宙间只是混同一气，何以会变成万物的呢？其实则只是此相似之气所积的数量之不同。如是则一切之变，其实尽只是量变。宇宙间所形成的万形万象，一句话说尽，那都是气数。因此气数是一种变动，但同时又是一种必然。此种变动从极微处开始，谁也觉察不到，但等它变到某一阶段，就可觉得突然大变了。孟子说，我善养无浩然之气。那浩然之气如何养的呢？孟子说，此乃极意所生。何谓极意？只要遇到事，便该问一个意不意，意便做，不意便不做。故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其先行一意与行一不意似乎并无大区别，但到后便不同。孟子又说，以直养而无害。平常所谓理直气壮，也只在某一时遇某一事。自问理直，便绝气壮些。但若养得好，积得久，无一时不直，无一事不直，那就无一时无一事不气壮。如是积到某阶段，自觉养不愧于天，福不作于人。这如火候到了，生米全煮成熟饭，气候转了，春天忽变为夏天，内心修养的恭候到了。到那时真像有一股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乎天地，莫之能御了。那一股浩然之气，也不是一旦忽然而生的。中庸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浩然之气近乎是神了，但也只是过去极意所生。
因在过去时，一直养而无害，积益于之，积得久而深，一件事一件事地过去，好像都化了，不再存在了，却突然觉如有一股浩然之气存积在胸中，那岂不神奇吗？这不仅个人的私德修养有如此，即就社会群众行为言亦如此。所谓社会群众行为，此指风气言。风气是群众性的，同时又是时代性的。在某一时代，大家都如此般行为，那就成为一时代之风气。但风气常在变，只一时觉察不到，好像大家都如此，而其实则在极微处不断地正在变。待其变到某一阶段，我们才突然地觉到风气已转移了。若我们处在一个不合理想的时代，不合理想的社会中，我们必说风气不好，想要转移风气，但我们该知风气本来在转移，只我们该懂得究竟风气如何般在转移，那我们也可懂得我们该如何般来转移风气了。让我们先讲风气如何般形成，再说到如何般转移。让我举一个最浅之例来加以说明。女子服装有时那样时髦，大家那样打扮，便成为风气；有时那样不时髦了，大家不再那样打扮，便说风气变了。袖子忽而大，忽而小；裙子忽而长，忽而短；领子忽而高，忽而低。大家争这些子，而这一些子忽然地变了，而且是正相反的变。风行的时候，大家的照这样子行；不风行的时候，谁也不敢再这样行。这叫做风气。但谁在主持着风气呢？又是谁在转移着风气呢？风气之成，似乎不可违抗，而且近乎有一种可怕的威力。但一旦风气变了，这项威力又何在呢？可怕的忽而变成为可耻的，谁也不敢再那样。以前那一种谁也不敢违抗而近乎可怕的威力，又是谁赋予了它？谁褫夺了它的呢？开风气，主持风气，追随风气，正在大群众竞相屈服于此风气之时，又是谁的大力在转移那风气呢？其实风气之成也是积微成主，最先绝不是大家预先约定，说我们该改穿窄袖，改穿短裙了。因此开风气必然起于少数人，少数人开始了，也绝不会立刻地普遍流行，普遍获得大群众模仿它。最先模仿此少数的依然也只是少数，然而积少成多，数量上逐渐增添，到达某一阶段，于是竞相追捕，少数忽然变成了多数。这也是一种气数。本来在大家如此般打扮的风气之下，谁也不敢来违抗的。最先起来另弄新花样的人必然是少之又少，最先则只由一二人开始。此一二人，其本身条件必然是很美很漂亮，但实行的打扮或许在他觉得不称身，他求配合他的本身美，才想把实行的打扮略微改换过。但他这一改换
却给人以新鲜的刺激，引起了别人新鲜的注意。再者，她们本身都本是美女，换上新装异样的刺激人注意，于是那新装才开始渐渐的流行了。若我们如此般想，原来那种时髦打扮本也由少数一二个美人开始的，唯其本身美，又兼衣着美，二美并，美亦增美，才使人生心羡慕来模仿。但起先是以美增美，后来则成为以美言丑了。时间更久了，大家竞相模仿便成为风气了。大家如此见惯了，便也不觉得什么美，而且具有本质美的毕竟少，丑的毕竟多。那一种时装美的人穿着，丑的人也穿着，丑人穿得越多，别人因于见了穿着此服装者之丑，而渐渐连带讨厌此服装，到那时则不是以美言丑，而变成以丑损美了。到那时，则社会人心渐渐厌倦，时装新样变成了俗套，于是又恢复到从前以美增美之第一阶段。新装虽因此失行了，但上述转变也还得附有其他的条件。新装必然开始在大城市，美女是新装，必然是遇到大的筵宴舞会或其他交际场合之隆重典礼中，而才得以她的新装刺激别人，影响大众，很快形成了新风气。若在穷乡僻壤，尽有美女，绝不会有新装；若闺房尽女，纵在城市，即有新装，也不会很快的风行。故古代有宫装，有贵族贵夫人装，有妓装；近代有电影明星、交际花、时代名女人等。他们在大都市、大场合易于激起人注意，这些大场合我们则称之曰是。纵使是美女，本质尽是美，又是新装，修饰打扮也够美，各种条件都配齐，但若没有饰，仍不行。因此风气形成，除却创始者之内在本质外，还需其外在的形式。而此所谓饰者，其实则仍是术，因此气势也即是气数，必须数量上增到某分即使生势，故方自赏，则绝不会成风气。如上分析，可见风气虽时势而变，但不论开风气与转风气，在其背后必有一些经常不变的真理做依据。即如女子服装所以能成风气，第一，依据于人群之爱美心与其对美丑之鉴别力；第二，依据于女性自身之内在美，本质美，然后再配合上服装修饰一些外在美，如是使可以来满足人群之爱美要求，而使得成为一时之风尚。但江山代有一人出，燕瘦还肥，各擅胜长。如当肥的得势，人群的鉴赏兴趣集中在肥的那一边，那些修饰外在之美也配合在肥的一边而发展，瘦的美便掩盖了。一旦瘦的得势，人群的鉴赏兴趣又转移到瘦的一边来，而那些修饰外在之美也就配合于瘦的条件而发展。所以服装风气之时时有变，
绝不当专以人心之喜新厌旧这一端来做平浅的解释。当知新的不就是美的？若专在标新立异上用心，也未必便能成风气。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不美矣。其实天下人又何尝真知美之所以为美呢？果子熟了要烂，花开足了要谢，人老了要衰。风气成为俗上了，则不得不变。为风气必从少数人开始，此少数人开创风气，必从此少数人之个别的个性出发。天下多美妇人，但个性不同，美的条件不同，占优势的登高而呼，一呼百应就成风气，但他也必得能呼，尽在高处。不能呼还是没影响，能呼是它的本质美，占高处便有事。总之，风气之开创与转移必起始于少数，并且决定于少数之个性，因此必尊重个性，培养个性，才是开风气与转风气之先决条件。中国人常称时代，又称时势，当知此一时，彼一时，彼一时必然会来代替这一时，而那更替接代之转移契机，则有一个时。中国人又常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其实此两语并没有大分别，凡属英雄，必能造时势，而英雄也必为时势所造成。但若转就时势论，也如此。今有了时势，没有英雄，仍不成。当流行的时势装变成了俗套，就得要变，但还得期待一真美人出世，而那新美人又得要有事。一般说来，电影明星易于影响大家闺秀，大家闺秀便不易影响电影明星，而那些空谷佳人则更难影响人。所以风气转变，又须得风云际会，云从龙，风从虎，风云则凑会到龙与虎的身边，但潜龙仍不能有大作用，必得飞龙在天。那时满天云气便凑会到他身边。以上都是些人人能晓的话，让我们进一步探讨。讲到学术与思想，那也是有时代风气的。学术思想必然由一二大师开创，开创学术思想的人，他感到对他时代不得不讲话，他所讲在当时常是从未有人如此般讲过的。孔子以前并未先有一孔子，但在孔子并非存心标新立异要如此讲，只是在他当时，他内心感到有些话不得不讲，他讲了，于是有颜渊、子路、子贡一辈后起的优秀青年跟着他来讲，这样便受人注意，讲出一风气来，但成了风气，大家都如此讲，那就成为俗套了。风气之成必携着一个事，但由风气变成俗套，则所存也只是势力了。于是便有墨子出头来反对。墨子所讲也有墨子一边的真理，墨子所以能另开一风气，另成一学派，绝不是偶然的。他本身个性既与孔子不同，他的时代又不同，他也抓着一些真理，他所抓着的那些真理与孔子又不同，
于是另一批青年，如秦华黎之徒，又大家跟随墨子，讲墨子那一套，墨学的事了，成名了。接着又来杨朱与孟子，接着又来庄周、荀卿与老子，全走得如上述的同一条路线，只从孔子到韩非，300年间，你反对我，他又反对你，一个接着一个，还不像女子服装般窄袖变宽袖，长裙变短裙，一套一套在不断的变化吗？那也是风气，学术思想绝没有历久不变的，只是慢慢的变得比女子服装更要慢得多。到了汉代，发生了一大变，人们都说两汉学术思想和先秦时代不同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又不同了，宋、元、明时代又不同了，清代260年又不同了，我们此刻和清代学风又不同了。那些变化其实仍还是气数，仍还是在一大化中引生出万变，仍还如女子服装般依着同样的律则在转动。当知一切新风气之创辟，其开始必然在少数，而在此少数人身上，又必然有其恒久价值的本质美、内在美。此种具有永恒价值之本质美、内在美，又必早已埋伏在绝大多数人心里，因此仍必在多数人心上显现出，即如美女之美，也即是多数人所欣赏之美。一切美之形式之出现，不能不说是先在多数欣赏者之心里早埋下了根。品德之美亦然，故孟子说，圣人先得无心之所同然。一代大师在学术思想上有创辟，必具有一番记事，就是书士教士心，而又高瞻远瞩，深思密虑，能补偏就弊，推陈出新，发掘出人人心中所蕴藏、所要求之一个新局面与新花样。他一面是挽风气、就风气，一面是开风气、比风气，其发掘愈深，则影响一批愈广。但此种美并不如女性之形体美，风度美可以一应即显，随照即明。因此一代大师在学术思想上之创辟与成就，往往举世莫之，而且招来同时人之匪笑与排斥。只有少数聪明远见人才能追随谨从，如是基建逐步展开，往往隔历相当岁月，经过相当时期，此项本质内在之美，实可获得多数人之同于共晓。但到那时早已事过境迁，此一时彼一时，又待另一派新学术思想针对现实，激起创辟。而且最先此一创风气者，彼言人之所不言，为人之所不为。在就风气中，彼乃一孤立者，彼乃一独见者，彼乃一叛逆者，彼乃一强固疏逸者。彼之一段精神，一番见识，必然因于其处境孤微，而历练奋斗出格外的光彩来。但追随谨从他的，处境不如他孤微，
秘路不如他艰险，他早已辟了一条路，别人追随他，纵能继续发现，继续前进，所需的精力时节，毕竟可以稍稍减轻，因而光彩也不如他发跃。如是地下递减，数量愈增，气魄愈弱，每一风气比如势般逐步趋向下坡，待到多数紧从，而风气已毕，又有待于另一开创者来挽救。所以少数者的事业本是为着多数而实有其价值与意义，但一到多数参加，此一事业之价值与意义也随而变质了，仍待后期的少数者来另起炉灶。关于学术思想，正为多数参加，其事不易，故此像风气可以维持稍久，而如女子服装之类，多数参加的快，风气改变的也快。再就宗教言，孤以中国俗语所说的祖师开山为例，当知祖师开山不是件容易事。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尽，可是占以名山，其间尽有艰难，尽有步骤，其先使无人迹，无道路。所谓丛林，则真是一丛林，从丛林中来开山，也绝不是大批人手集合着一起来可以弹指极限的，其先只是孤零零一人，一翘岩古壁，一毛团，此人则抱大志愿，下大决心，不计年月，单独的在此住下来。附近人则全是些樵夫牧童，穷务荒寨，他们逐渐知道有这人了，又为他这一番大志愿大决心所惊动，所感召，渐渐集合，凑一些钱来供养他。乃时有小庙宇在此深山中无人迹处涌现，当知此乃祖师开山之第一步。此后又逐渐风声波阔，信徒来集者日多，或有高足大德追随他，继承他，即甚深岁月，才时有美轮美奄、金碧辉煌之一境，把这无人烟的荒山绝境彻底改换了。这是所谓的开山，但我们该注意，那开山祖师并不是没有现成的寺庙可供他住下，来过他安定而舒服的生活，他为何定要到此荒山无人迹处来开山？当知在深山穷谷开辟大寺庙不是件简单事，他当初依靠些什么能把那庙宇建筑起？至少在他当时是具有一段宏愿，经历一番苦行，而那些事渐渐给后来人忘了，后来人则只见了那座金碧辉煌的大寺庙，千百僧众集合在那里，香火旺盛，满山声色。但此大寺庙到那时却已渐渐走上了衰运，若是另有一位抱大宏愿，能大苦行的大和尚，终于会对此金碧辉煌的大建筑、香烟缭绕的大梵语不感兴趣，而又转向另一深山无人迹处去再开辟。这些话并不是凭空的想象话，乃是每一住在深山大谷做开山祖师的大和尚所共同经历的一段真实史记之概括叙述。让我更拈举一更小的例来讲，大雄宝殿的建筑是非常伟大的，在此建筑前面栽种几棵松柏来配合，这也不是件寻常事。
依常情策，必然是建殿在前，栽树在后。松柏生长又不易，须得经过100年以上才苍翠像一个样子，才配得上此雄伟之大殿。一开始至松幼柏是配不上此大殿巍峨的，但在创殿者的气魄心胸，则一开始便已估计到100年后。当知他向择地形来此开山，在他胸中早有了几百年估量。但到殿前松柏苍翠，与此一片金碧相衬时，那创殿人早似圆寂，藏古僧塔了。西安有一古寺，大雄宝殿已快倾撇了，金碧剥落，全不成样子。殿前2裸古柏，一棵仍冒翠，大概总在100年上下，另一棵已枯死。寺里当家是一俗和尚，在那死柏坎穴中一棵夹竹桃。我想此和尚心中全不做3年5年以外的打算，那大殿是不计划再兴修了，至少他无此信心，无此毅力。夹竹桃今年种，明年可见花开，眼前的享受，他胸中气量如此短，他估计数自如此小。那寺庙由他当家，真是气数已尽了。如此想来，鸣沙古寺即就其山水形势气象看，那开山的祖师早已一口气吞下几百年变化，几百年人世沧桑，逃不出他一眼的估量。我们上殿烧香，并不必要礼拜那些泥菩萨，却该礼拜此开山造庙人。当知此开山造庙人之值得礼拜，在其当时那一番雄心毅力，慧眼真修，岂不确然是一个活菩萨？至于在大雄宝殿上那几尊泥塑木雕的非金菩萨，那只是此开山造庙人之化身而已。若无开山造庙人，试问那些菩萨哪里去泥上金币，显出威灵来？让我们再从宗教上的开山祖师，转换论题来讲政治上的开国气象吧。开国更不比开山，即就近代史举例，如孙中山先生，他为何不去考秀才、中举人、考进士、中状元，有着县城大庙不住，他偏去5岳进香，历尽千辛万苦，做一行脚僧。他立志要造一所大庙，到今天大雄宝殿还没有完工，殿前松柏还没有长成，一切配合不齐。所以他临死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这是何等艰巨的一项工作。但若国家有了规模，社会渐渐制止生平，那时的政府像样了，功名在此，富贵亦在此，于是大家都想享福，凑热闹，那政府也就渐渐腐化，快垮台了。于是另有人再来做行脚僧，非金涂壁的菩萨不再有威灵，另一批泥塑木雕的新佛又在另一大雄宝殿里显威灵。世界各国的历史，民族兴衰，社会治乱，都逃不出此一套。世运永远是如此，极微小的变动酝酿出极大的兴革来，积微成著，世道形成，从量变到质变，从少数一己人创始，到多数大众随和，而定型，而变质，而开心。
中国人则一句话说它是气数。我们先得能看破此世界，识透此世界，才能来运转此世界，改造此世界。我们的从极微处，人人不注意不着眼处，在暗地里用力，人家看不见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大变化，全从此看不见处开始。祖师开山，不是顷刻弹指可以涌现出一座大雄宝殿来，他自己努力不够，待他徒子徒孙继续的努力，只从极微处极小处努力，气数未到的等待，等待复等待，气数到了，忽然的新局面创始了。你若问此新局面是何时创始的，那却很难说，你须懂得气数二字之内含义，去慢慢的寻究思量了。但若气数完了，则一切没办法，只有另开始。譬如花儿谢了，果儿烂了，生米煮成熟饭了，便只有如此，更没有办法了。现在继续讲命运。中国人讲气，比连讲数。阴气是指的一种极微而能动的，但它需等待积聚到一相当的数量，然后能发生大变化大作用。命是指的一种局面，较大而较固定，故讲命必兼讲运，运则能转动，能把此较大而较固定的局面松动了，化解了。而中国人讲气数，又必连带讲命运，这里面斟酌配合，诸两权衡，比更迭互看活看，才看得出天地之化机来。中国社会迷信爱讲命，命指八字言，八字配合是一大格局，这一格局便注定了那人终生的大命。但命的过程里还有运，5年一小运，10年一大运。命是其人之性格，运是其人之遭遇。性格虽前定，但遭遇则随时而有变，因此好命可以有坏运，坏命可以有好运，这里的变化便复杂了。人性本由天命来，由儒家演化出阴阳家，他们便种下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种种迷信之根苗。他们说人的性格有多样，天的性格亦如是。如春天乃青地当令，他行好生；冬天黑地当令，他行好杀。因此春天来了众生尽发，冬天来了大地肃杀。天上有青、黄、赤、白、黑五地，更迭当令，由此配合上春、夏、秋、冬4季之变化，又配合上帝上万物金、木、水、火、土5行，来推论宇宙人生一切运行与祸福。这一派的思想流传在中国全社会极深、极普遍、极活跃。急的是，我们也该得注意，此派所谓5行，其实只是5种性，他们把宇宙万物概括分类，指出5种个别的性格，而举金、木、水、火、土5者做代表，既是5性，又称5德。但何以又说5行呢？因中国古人认为，异性格相处，有相生，亦有相胜相克，因此任何一种性格，有时得势，有时不得势，
得势了可以引生出另一种性格来，同时又可克制下另一种性格，被克制的失势了，但被引生的得势，那引生它的也即失势了。如是则万物间此五性格永远在相生相克，交替迭代，变动不居，而到底仍会循着一环回复到本源的态势上来。如木得当令，金克木，木得衰，金得旺，但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木克土。如是则木德又当令了，又如木德当令，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如是一循环。木德又得势又当令了，此所谓五德中始，宇宙一切变化，粗言之始，阴阳一合一辟，细分之始，五行相克相生。庄子书中所谓时为地，即是此意，主宰天地的也在变，有时木德为地，有时则火德为地了，此乃一大原则，但辗转引申，便造成种种避忌异语迷信的说法来。本来阴阳五行之说，主要在讲宇宙的大动向，寻此落实到人生界，于是有世运，有国运，而寻此递降到维系主宰此世运与国运的几个大家族与大人物，于是又有家运与某一人的运，而更此递降，则每一人咕咕坠地，便有人来替他算八字排行运了，那些则就不可为凭了。又有五行八字转到地理风水，如西周都封号，东周迁洛邑，前汉都长安，后汉迁洛阳，建都形势有关国运兴衰，而寻此递降，如上述祖师开山，某一山的气象形势，风景云雾，山水相背，交通脉络，这在此一四宇至几百年盛衰气运，也可说有莫大关系的。但在此递降到某一家宅，一坟墓，甚至一门户，一桌椅之位理形式，吉凶修旧，便又不足为凭了。纵如张载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是儒家说法。大众多数人的命，依随于大气运而定，大气运可以由一二人主持而转移，此一二人所能主持转移此大气运者，则在其方寸之地之一心，此方寸之地之一心何以有此力量，则因有某一种学养而致然。此一种学养，往古圣人已创辟端倪，待我们来发扬光大。万世太平之基，须在此一二人方寸之地之心上建筑起。若专讲气数命运，两眼只向外看，回头忘失了此心，则气数命运一切也无从推算了。当知由天道讲，性本于命；由人道讲，则命本于性。因此发扬至善之性，便可创立太平之运。又当知由天道讲，则数生于气；由人道讲，则气转于数。因此积微成主，由极易可以养浩然之气，由一二人之心可以主宰世运。待天行道了，
现在再将气运二字连结来谈一谈。当之气由积而运，气虽极微，但积至某程度、某数量，则可以发生一种大运动，而此种运动之力量，其大无比，无可遏逆，故气虽易动，却必待于数之机。命虽有定，却可待于运之转。气如何积，运如何转，其机括在于以气照气。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笃。又说和气至祥，乖气至利，和顺其中而花音外发，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气与气象感召，由极微处开始，而可以扭转大时运。但正因为气极微而能动，又易于互相感召，所以少数能转动了多数，但一到多数事，常淹没了少数，此少数人便失去其主宰与斡旋之势，而气运又另向反面转。若我们任以少数转动多数者为一种斡旋，为一种逆转，则由多数来淹没少数者乃一种堕退，乃一种顺转。堕退是一种随顺，为阴柔之气；斡旋是一种渐进，为阳刚之气。但物极必反，真下可以起源，而抗阳必然有悔。如是，则一阴一阳运转不已，天道无终极，而人道也永不能懈怠。所以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入人心，所以懂得不居故场，遇事消息，得意的事不自满，失意失时不自馁，朝惕犀利，居安思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刻也不松懈，一步也不怠慢。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入人心，所以又懂得见微知著。所谓月运而风，楚润而雨，一叶落而知秋，履霜坚冰至。君子见机而作，不似终日，把握的机会，勇于创始，敢作敢为，拨乱反正，常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潜移默化，不大声以色。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任人心，所以又懂得反而求诸矣，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只要把握的枢机，便可以动天地。所谓枢机，则只在他自己之一言一行，若此一言一行，只要感召到另一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便可以无往而不利。所以每当历史上遇到大扰动、大混乱，便有那些隐居独善之士退在一角落，稳握枢机，来斡旋那气运。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任人心，所以又懂得欲穷思变。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者，去时者也。又说通变之谓是，通其变，使民不倦。孔子圣之时者也，则正为他之变。他虽处周末衰世，他决然预知天之谓将丧斯文。所以中国人传统观念中之圣人，
则必然是应运而生的，应运而生便即是应变而生了。但所谓气运并不是一种命定论，只是说宇宙乃即人生，由此一套好像是循环往复的变化。宇宙人生则永远的在变，但所变也有一规律，一限度，于是好像又变回到老样子来了。其实哪里是老样子，但尽管花样翻新，总还是有限，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来归纳成几个笼统的大形式。譬如女子服装，由窄袖变宽袖，再由宽袖变窄袖，由长裙变短裙，再由短裙变长裙般，宇宙人生一切变化，也可作如是观，即如上述，由渐变形生出骤变，由量变形生出质变，由少数转动了多数，又由多数淹没了少数，由下坡走向上坡，又由上坡转向下坡。宇宙人事之变其实也不出此几套。中国人的气运观是极抽象的，虽说有忧患，却不是悲观。懂得了天运，正好尽人力，来谢礼，来斡旋，放弃全盛，知道它将衰，便该有保泰持盈的道理；放弃急衰，知道有转机，便该有处困居危的道理。这其间有可知，但也有不可知；有天心，但同时也可有人力。所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之大，而至于其兴其亡，系于包桑之际。正如一木何以之大厦，一苇何以丈狂澜，而究竟匹夫有责，所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己，鲁阳挥歌，落日为之徘徊，便是中华民族的气运观。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象述》中写道：小则人之重疾，亦随气运盛衰，小到人之各种疾病痛楚，都随着气运的盛衰而发生变化。跟健康有关的气运，我们称之为气血；而跟财富有关的气运，我们称之为财气。为什么有些人身体不好，就是气血不足，这口气运不上来，自然就会头晕脑胀，浑身疲累，甚至健康的危机频频出现。为什么有些人做什么都赚不到钱，就是财运不足，财富永远都跟自己不沾边，哪怕自己成为了拼命三郎，最多只能赚点辛苦钱，日子比较艰难。看到过很多中年人，由于时运不济，不仅身体健康有问题，就连做事业也不太顺，简直走到了人生的低谷期。要想改变，就得看人之本事和心境了。人有大气运，上天早提示，气顺运好的人都会遇到这四大善缘。一，手中乃是善缘。老子有言：天地之间，其有橐越乎？虚而不屈，动而欲出，多言说穷，不如手中。天地之间，不就跟风箱一样吗？它空虚而不枯竭，越鼓动风就越多，命令太多，说话太多，反而不利于自然的发展，不如保持清静。所谓的手中，不能从字面意思来解释，
而应该解释为保持内心的清净。清是说内心没有杂念，静是说心如止水，生生不息。有些人气血不顺，要么是因为做人过分暴躁，要么是因为杂念太多，劳苦伤神。要想改变气血不顺的局面，只能从清静入手，就跟水流一般，该流动的时候就缓缓流动，不该流动的时候就不断积累能量，反正能进能退，攻守兼备，处于不败之地当中。手中的修身观念，也许年轻人做不到，只是到了40岁，就该尝试尽力修身了，否则身体会越来越差。图片，隐忍乃是善缘，东汉名臣司马防的传家祖训，就是一个字，忍。所谓的忍，就是接受不能接受的现实，改变自己能改变的地方，做好自己能做好的本分之事。平时不高调，做事要狠心，就跟隐藏的刀子一般，一击即中。谈到忍，无数人都不屑一顾，觉得忍让的人都是懦夫，唯有勇往直前才是硬道理。不过勇过头了就是莽夫了。真正的勇敢不是盲目前进，也不是盲目跟别人作对，而是保持一种锐气，不轻易招惹别人，但也不能轻易惧怕别人。当下的时机不对，运气不好，那就适度忍让，反正30年河东，30年河西，终究有出头的那一天。一忍，天下仇人减半；一忍，万事皆无阻碍；一忍，运势皆走上坡。凡所隐忍，就跟泉水一般，在暗中蓄力，终将厚积薄发。图片3，顺道乃是善缘。老子总结了一个真理，宇宙的根源就是道，人有人道，天有天道，自然有自然道，穷人有穷人道，富人有富人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不同的事儿亦有不同的道。对于一切事儿，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这4个字：顺道而行。何谓顺道而行呢？比如你是管财务的，那就不要去搞市场；比如你是管理下属的好手，那你就不要去干跟管理无关的活。人人各尽其责，各守其分。如果做人不顺道而行，而是逆道而行，甚至错道而行，到底会有什么结果呢？比如一个搞房产的老板，如今不搞房产了，而去搞汽车，那走错路的他，不就既损失钱财，又欠了债款，无法翻身了吗？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有钱人，最好还是顺道而行比较好，至少遵循自然的规则，遵循命运的轨迹，那我们将越走越顺畅。图片4，不争乃是善缘。林语堂在《风声鹤唳》中写道：不争乃大争，不争则天下人与之不争。你不去争什么，别人也不跟你争什么，天底下的人也不会为难你。试想，又有谁会为难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毫无威胁的人呢？
为什么说不争才是大争呢？你不争了，别人也不针对你了，那你就能处于安稳的环境当中，低调赚钱，闷声发财。其实上文谈到的隐忍跟这里谈到的不争是相辅相成的。隐忍的时候不跟别人争，等实力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别人也争不过你。说的实在一点，就是在用时间换空间，用低调换实力。真正的争不是眼前的争短暂，而是目光长远的争长久。真正的大气运永远都庇佑不争短暂而争长久的精明者，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皆符合发展的定律。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向内求，向上尝。愿我们都有机会在更高层相遇。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